这是在做什么？娘娘还是进去看看吧。皇上，这是在做什么？下去吧。是。你来的正好。朕今日发现御书房空气不好，所以朕要在此地批阅奏章。你怎么？不喜欢啊？无妨。你按日常自由行动，当我不存在便是。奴婢参见娘娘。不必多礼。我第一次进皇宫的时候也是舞姬，所以你不必拘束。娘娘果然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出落得越发撩人，性子也伶俐。难怪皇上对娘娘会情有独钟。听说皇上正在准备册封大典，要册封娘娘为皇后呢。情有独钟，不过是他为了征服女子的手段罢了。娘娘如此，是错怪皇上了。奴婢看得出，皇上对娘娘是情真意切，关怀备至。皇上风流倜傥，在大司空府时不算歌妓舞妓，但是烟云阁就有30几个侍妾，虽然不比皇帝的后宫，可也差不多了。那又如何？皇上穿梭其中，怡然自得。直到夫人出现之后，情形便发生了变化。其实皇上时常不在府中，即便在府中，他也对娘娘假作冷漠，可背地里总是喜欢问奴婢一些关于娘娘的事情。奴婢无缘接近娘娘，便从侍从丫鬟那里打探到一些关于娘娘的消息，讲给皇上听。皇上望着远处，嘴角却带了丝笑意。奴婢侍奉皇上已有数年，知道该如何投他所好。只是那一丝笑意，奴婢就知道，皇上对娘娘是真的不同了。现在他做了皇上，依然钟情于娘娘。奴婢知道，就算是假的，奴婢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装作被皇上宠爱了。假的？装？娘娘有所不知，这些侍妾与舞姬，其实都是皇上在做大司空时的幌子。皇上一心为了先帝，在宇文护与众大臣之间左右逢源，为表无志风流，特地在这些人前表示对奴婢等人的宠爱。其实大司空与我等有约，那只是做戏罢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难道你怨恨我吗？还是你只是他的说客，替他说些好话罢了？不，奴婢不敢。奴婢只是有些失落，若不是亲眼见到皇上对娘娘倾心牵挂，奴婢恐怕还会对皇上抱有幻想，以为只要努力，总有一日皇上会真心看上奴婢一眼。即便是做一辈子舞姬，奴婢也愿意。可是这一切终究是痴心妄想。那日在大司空府的亭子里，皇上将我揽在怀里，逼娘娘跳舞。可奴婢知道，皇上的手是冰的，他一直忍不住想要上前呵护娘娘。奴婢不知道，在娘娘和皇上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。但是娘娘，你真的很幸运。像皇上这样的男人，原本就把爱情看得很轻，可是他一旦对女子痴情，就一定是极深极深的。这对娘娘来说未必是好事。皇上的爱即使极深，便是把双刃剑，很容易伤人伤己。
他越是在乎娘娘，就越怕失去娘娘。但自古君王为了天下便失去了自由，也许到头来加注到皇上身上的，只怕是痛苦。何况天下间的男人都是一样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皇上除掉宇文护，权倾天下，世间上哪个女子不趋之若鹜？谢谢你和我说这些。说真的，如果你以后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娘娘，奴婢告辞了。自古君王为了天下就失去了自由。经过了这么久，我选择留在宇文邕的身边，难道是错的吗？时间或许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在吞服的毒药。我该如何面对宇文邕，又该如何自处呢？迷路了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你猜对了，皇宫这么大，我一个弱女子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青锁，你相信天意吗？你迟迟没回来，我担心你自己逃了出去。我派了许多人在宫中找你，可真正找到你的人，却是我自己。那不过是赶巧而已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袁青锁，你到底装傻装到什么时候？